這個是組織的決定，不给你派任何任務，也不能让你更深地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原因只有一个，让国民党不懷疑你。你們怎麼知道我當時會同意加入？因為這是你追求的理想，因為你愛中國。國民黨裡就沒有愛中國的？有，但更多的人只是為了榮身廢家。你知道國民黨救不了中國，所以你們派了崔叔一個這樣既清貧又忠厚的人來發展我。共產黨都清貧，你說的忠厚也沒有錯。更準確的評價，鍾氏同志在我黨內屬於毛主席說的那種純粹的人，高尚的人。我爸昨晚去崔叔家，提起他的時候，我爸怎麼說？和你的看法一樣，忠厚。我这是作業。當他聽到鍾氏被害的死訊後，多少次在跟我念叨遺憾。遺憾他是共產黨。你爸遺憾什麼已經無關緊要了。想不想知道你崔叔的遺憾？他從來沒有見過周恩來。我當時就知道，崔叔為什麼說自己不是共產黨。他知道自己死後，你會向那些人討要說法，否認了跟組織這種關係。你和你崔叔之間剩下的，只是純粹的感情關係。你對那些人不依不饒，才像你的為人。從你崔叔發展你那天，直到他犧牲，他一直在履行保護你的責任。既然崔叔這樣用自己的命來保護我，為什麼組織還要派肖玉這樣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女孩來和我接頭？她背後為什麼還有個學蓮？她到底什麼身份？那個梁經綸又是什麼身份？謝謝。Morning， 蘇菲。Oh, morning。清華的曾教授來了，說是跟你約好的，他在樓上等你。謝謝。曾教授，等久了，梁先生辛苦了，请坐吧。钱锋同志的行动計劃。我今天給你交個實底，希望你有心理準備。我在聽。梁經綸，第一重身份是燕大教授，第二重身份是我黨在北平地下黨學委的地下黨員，可這都不是他的真實身份。
他是国民党鐵血救國會的核心成員。肖玉知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到目前为止，肖玉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這麼做是讓何肖玉在感情上沒有負擔，還是讓梁金倫不至於懷疑上他？崔叔都已經為我犧牲了，您為什麼還躲在背後，讓一個毫無經驗的何肖玉來跟我接頭？孟敖，我在黨內的作用真的沒有那麼大，關鍵是重用你的這個人太重要了。請講。他今年不過38歲，從同盟會元老到黃埔一期的人，都稱他為靖國先生。他的部下一律稱他為建峰同志。在共產黨內，對他的看法也很複雜。這不光因為他是蔣介石長子的原因。這位建峰同志15歲，就經我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介紹去了蘇聯，在那裡參加了共產國際12年的複雜鬥爭。1937年回國，又經歷了11年國共兩黨的抗戰和對立內戰，對我黨的性質和目標、政策和策略認識之深入，不是你能想象的。今年4月，他組建了鐵血救國會，他已經認識到國民黨政權面臨崩潰的邊緣，所以他提出了一手堅決反攻，一手堅決反腐，一次革命兩面作戰。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他會突然親自介入，大膽啟用，用共產黨的特別黨員來反對國民黨的貪腐。你率領飛行大隊來到北平，不光是鍾石同志和我萬萬沒有預料到，上級組織也萬萬沒有預料到，他的這種兩面作戰，給黨的組織出了一道很大的難題呀。告訴你個事實，希望你冷靜。請講。最早發現鍾石同志是共產黨的，不是國民黨鐵血救國會，是你爹。他向曾科长告发崔叔的。不是，期间太複雜，我不能一一跟你說明。但有一點是鍾石同志必須犧牲的原因，就是鐵血救國會必須切斷你和鍾石同志之間的單線聯繫，之後好讓梁金倫以我黨學委的身份派何孝玉監視你、試探你。那下面組織決定讓誰來跟我接頭？現在輪到我了。那個梁金倫呢？還有那個什麼學委，他們會不會繼續讓何孝玉來接觸我，甚至是發展我？梁金倫派何孝玉接觸，只是試探和監視。據我們的分析，鐵血救國會大膽啟用，是看中了你對國民黨貪腐的深惡痛絕，利用你跟你父親矛盾的特殊關係，在北平分行逼迫那些反對幣制改革的人就範，讓你為他們即將推行的幣制改革充當工具。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切斷你跟黨組織的聯繫。當然了，他們還會去讓何孝玉，甚至是讓梁金倫親自和你接觸，試探你的政治態度，監視組織是否和你秘密接頭。從今以後，組織上不會再布置何孝玉跟你接頭了，但有一點，你一定要記住，在跟孝玉接觸時，不能絲毫流露出梁金倫的真實身份，否則何孝玉同志就有暴露的危險。方孟敖這一次是真正沉默了，
以往或動若脫兔，或靜若處子，可無論一言一行，無不真實，無不發自內心。而現在的沉默，意味着他今後可能要一反平生所为，不能再那樣真實的活着。查长，替国防部調查組查長。偵查還是假查？有的時候他們會讓你偵查，有的時候會讓你假查。他們知道，我從來不幹弄虛作假的事情。他們還知道你不懂經濟，賬面上的假你查不出，賬面後的假你更查不出來。組織上的態度呢？希望我偵查還是假查？組織上當然有態度，到一定的時候該怎麼配合，我會配合你。孟敖，这就是组织上派我跟你接触的重要原因。据我们在南京的情報了解到，他們策劃了一個行動方案，這個方案牽涉到你目前的查賬。組織上希望通過你了解情況，進一步分析他們的下面目的和行動。幾年了，這也算是組織上第一次給你布置任務吧。我知道的，告訴你就是，這不算什麼任務。那就不當任務。他們這個行動方案是用一首古詩作為代號，你知不知道？知道，叫《孔雀東南飛》。行動的代號和具體執行人，你知不知道？代號是焦仲卿和劉蘭芝。曾可達昨天晚上告訴我的，焦仲卿就是我。劉蘭芝呢？沒告訴我。那你不要主動向曾可達打聽。焦仲卿的任務是什麼？恢復北平青年航空大隊的飛行編制，成立特別飛行大隊，配合新發行的幣制改革，為北平運輸緊急物資。我能不能問一下，我要不要為他們的什麼幣制改革運輸緊急物資？給我1天時間，等我請示了上級，明確答覆。哪個上級？我希望這個上級是周副主席。让你們去查賬。是。张理，我們繼續查賬吧。現在看來，建峰同志的用人之道，我以前理解的是太淺了。他那一個誠字，足可以直追曾文正公，也只有這樣，才足以跟中共爭取人心。昨晚我向方孟敖傳達建峰同志的思想，效果就很好。方孟敖曾經是不是共產黨，已無關緊要。他現在就是焦仲卿。那劉蘭芝跟焦仲卿是什麼關係？兩個人在一起怎麼工作？我想聽聽建峰同志的直接指示。建峰同志當然有明確指示，但昨晚通話，建峰同志讓我先向你轉達他對你的評價。坐吧。都是同志，我們心裡有那份尊敬就可以了。要充分理解梁經綸同志工作的艱鉅和重要，他對一次革命兩面作戰所擔負的重任，所做出的貢獻，是任何人無法替代的。我對他的評價是8個字。財大心細，民善臣深。
長期受困於建豐同志秘密組織成員和中共北平學委地下黨員兩重身份之間，信仰和理想已經虛無縹緲。最大的纏繞是到頭來兩邊都猜疑他，最後的結果是誰對他都不信任。现在听到这8個字的評價，梁經綸心中真正感動了。來的時候，建豐同志讓我給你們帶句話。建豐同志說，如果我們黨內有100個梁經綸同志這樣的人才，國民革命成功有望。可眼下的時局，就算有1萬個梁經綸，也起不到什麼作用。為了這8個字的評價，我向建豐同志請教。建豐同志說，你不只是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你還精通國文，知道出典。前4個字是曾國藩在向朝廷推薦李鴻章時的評語，後4個字是朱熹對儒家修身所做的最高評價。經綸同志，請坐下。那就請柯达同志转告建豐同志，对于他的信任，我十分感激。既然這次任務的代號是孔雀東南飛，那結果自然是劉蘭芝舉身赴清池，焦仲卿自掛東南枝了。只要有補於戡亂救國大局於萬一，經綸願死而後已。恰恰相反，建豐同志用這個行動代號，是決心不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他受命於危難之際，總統要在全國前方戰場和共產黨展開決戰，後方整頓經濟的重任都委托給建豐同志。孔雀東南飛，重大部署中的關鍵性，從平津撕開口子，打擊貪腐，整肅經濟，震懾他們在上海和南京那些腐化的上層，為在上海及5大城市推行幣制改革掃清阻礙。舉身赴清池，自掛東南枝是他們，而不是我們。你和方孟敖的聯手尤為重要，方式仍然不變，通過何孝玉與他接觸，但任務的性質調整。再也不要提你那個共產黨學委的背景，也不要再去發展方孟敖加入共產黨。當然，更不能暴露你在我們組織內的真實身份。哼，孝义这孩子真是不錯呀，像他媽，難得的好孩子啊。哎，打了半天了，歇歇，歇會兒。好，那打幾句閒話，英文翻譯的中國古詞。考考你，好啊，看知不知道它的出處啊？騎上馬追趕少年的時光，追到今天，一切都變了模樣。春風吹綠了原野，吹白了我們的鬍鬚，我們還能幹什麼呢？把1萬個字的理想送給莊園主，讓他去種自己的書吧。這個好像是辛棄疾的《醮孤天》吧？對，原詞。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細作，這是序文。對。追往事，嘆今無，春風不染
白髭鬚，却將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哼，你偷换了概念。这最后一句明明说的是换一本东家种树的书，就把它改成了让东家自己种树。我上去看看。别去。沈梦敖来了，他是来找我的。我下去吧。来，自己种的果子总得自己吃啊。你坐，让他上来。方案要紧，不能让他来烦你。方案有什么要紧？我喜欢他烦。你坐下。小妈在这里，我爸也在这里。你爸的车就在门口，你应该看见的。我看见了。我能进去吗？如果是代表什么国防部调查组，能不能改天再来？我们家有客人。我就代表我自己。干嘛弄得这么紧张兮兮的？大哥，快进来吧。好。不要上楼吵我爸，他身体不好，也不喜欢你。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衫突骑渡江出，是那首诗的开头两句。烟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招飞金仆姑。当今的辛弃疾要来抓张安国了。好啊，那我就要靠你替我挡箭喽。你不是张安国，我更不是禁军，等他上来再说。你们听见了吗？何伯伯好像背的是辛弃疾的词。小妈，你古文好，告诉我们，何伯伯背的是哪首词？我没听见，我真的没听见。小的时候，家里逼着我背辛弃疾，后来全忘了，只记住了几句。哪几句？背出来听听。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下面那一句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好像是什么为赋新诗。是为赋新词。没有问你。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别人都是错的，你都是对的，满意了吧？满意了就请出去吧。今后再要調查什麼，請不要再到我家來了。好，我出去。送送我总应该吧？你到底要幹什麼？跟我出去，有話要問你。假裝不願意，跟我走就是了。这個逆子，幹什麼去？要找我就找我，
要查账就查账，不能让他把肖玉给牵进去。你追得上他那个车吗？你不明白，我那个儿子是跟着美国兵混着长大的，真要做了对不起肖玉的事儿，你我何以自处啊？什么何以自处啊？这什么意思？怎么讲？哎呀，你不知道啊！哎，你不知道你儿子，我还知道我女儿。你坐下，坐下，坐下。什么事情都喜欢搞得那么复杂，晚辈的事、青年的事，不要去管，不要去管。喂。啊。行长，姑父从家里来的电话。行长，你听我说，稽查大队的2个长官正在这里查账，很多话我跟他们说不明白。孟敖要是在你那里，让他立刻赶过来。行长，这样不行啊，怎么能让孟敖把肖玉也牵连进来呢？肖玉是学联的人。再闹出学潮来就无法收拾了，行长，赶紧派你的车叫上何校长出去找。你怎么也得把肖玉给找回来呀，行长。谢谢。长官，再过去几十公里就是共军的部队了，很危险，请长官返回。我就是去视察前沿阵地的，把栏杆打开。请问长官，这位小姐？中央日报的，要报道前方战事。长官，能不能等我5分鐘？可以，5分鐘之後，不管你的那個什麼上面同意還是不同意，我都要過去。是。乾淨的可以喝，也可以擦把臉。我下車抽支煙。长官请，放请。徐铁英昨夜去抓馬漢山，自己的秘書反被抓了，鎩羽回來。便向南京黨通局郭局長訴苦，卻反被罵了一頓。接着，他便罵退了所有來報公事或來討好的人，打開衛生間裡的水龍頭沖到天亮，就坐在椅子上睡着，只想睡到這個黨國倒台為止。局長。局長，出去。局長，
出去！陈总司令说，要是再不接他的电话，就改组北平警察局。你去给他回话。北平警察局早就解散了。陈总司令要是骂我，我拿什么理由回他？就说北平已经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全面接管了。他陈总司令要是有事儿，可以找曾可达去，或者干脆叫那个方某来当这个局长。局长，这陈总司令说那个方某敖开着军车出了西南防线，往共军方向去了。他打電話就是和您商量到底怎麼抓他。你馬上去回話，就說我昨天晚上安眠藥吃多了，是你把我推醒的，我正在用冷水澆頭，請他馬上把電話打過來。是。是西南方向，现在已过外城防线。是。过了卢沟桥再往前就是涿州防线了。是。与共军的交折地带。对。还有很遠距離。是。我也不相信方某敖去那裡和共產黨接什麼頭。是。我擔心的是他車上那個何孝玉，他的身後是不是有共產黨學委的背景？需不需要我通知涿州防線我們的人堵住他們，進行秘密調查，然後是。我不插手這件事情的處理，建峰同志，這就給可達同志去電話。是，給曾督察去電話。就說陳繼承在追問，由他處理，隨時向你匯報。卢沟橋嗎？是啊。有一輛國防部的吉普到你們那兒沒有？已經放行了。誰讓你們放行的？有備司令部。其性可誅。北平警察局嗎？請你們方副局長接電話，我是國防部調查組的。方副局長不在，立刻聯繫，找到方副局長，馬上通知我。算了，10分鐘後我再打過來。喂，方副局長嗎？哎，您好，請您稍等。替您找到了，您過來接一下吧。謝謝，謝謝。孟偉啊！誰啊？是我，顧蝶。哦，顧蝶。剛才是你大哥稽查隊的長官幫我打的電話，他們在這查賬呢。查賬？對。他們憑什麼查賬？你聽我說，孟偉啊，是這麼回事。讓他們等着，我馬上過來。你別過來，別掛電話，孟偉。謝謝。局長好，局長好。
你们自己向局长亲自报告吧。是，不要紧张，慢慢说。是，局座。开始是国防部调查组找方副局長，后来是北平分行找方副局長，我们已经联系上了。方副局长正在城外指挥那些埋饿死的人呢，这会儿估計已经跟北平分行通上话了。国防部調查組呢？他們說過10分鐘之後打來，還有2分鐘。单局長，你覺得該怎樣給他們回話？什麼國防部調查組？局長，您就是國防部調查組的人，有電話不打給您，打給我們值班室，越權指揮嘛。以後再有什麼電話就說不在，明白嗎？是。還是你親自坐鎮吧。你那塊手錶不錯，注意時間。是，局座。準備接電話吧。你他娘的是來逛窯子的，值班還帶塊貴錶。站了，站了。手錶、懷錶、打今兒起都給我收起來。哎。找誰？國防部。這兒他媽哪是國防部？打錯了。狗日的，還真他娘的壞啊！什麼人都沒見過。山局，您也累了，要不您也去休息會兒。回去休息會兒吧。休息。又想打牌了是不是？该干嘛干嘛啊！哎，单局，探总，好嘞，探总，好嘞。誰給你們的權利來抄我的家？啊！誰給你們權利來抄我的家？孟偉，查賬呢。你別插言。你們隊長呢？方副局長，配合查賬是行長的吩咐，你趕緊去找你大哥。應該是行長來的電話。請問調查組，我們能接電話嗎？北平分行有話請跟謝經理說。方副局長嗎？我是曾可達。曾可達？你有父親嗎？有母親嗎？有沒有兄弟姐妹？先回答我這幾個問題，再說下面的話。好，我回答你。我有父親，也有母親，他們都在老家贛南，沒有在政府謀職，他們不識字，都是農民，家裡種着10幾畝地。我還有一個大哥，分了家，也種着10幾畝地。我每個月把自己1半的薪水寄給父母，貼補家用。方副局長，我們可以繼續下面的話題了嗎？可以談了，說吧。方副局長，到北平分行查賬，不是個人行為，更不是針對哪一個人。這一點，從上一次建峰同志送給方行長那一套范大生先生的茶具，就足表心知。今天我找你，是因為你大哥開着車帶着何小姐去了西南軍事防線。你大哥的性格我們都了解，誰都攔不住他，但這很危險，因為再往前就是共軍的防線。本該我自己去，但我考慮，為了尊重你大哥，也尊重方行長和你，麻煩你開車跑一趟，沿着金石公路把你大哥找回來。
請問，你刚才说我大哥去了哪个方向？找我大哥是我该做的事，不必客气。我大哥怎么带着孝玉开着车出了城，还出了西南防线，去了涿州方向？那太危险了。你们稽查大队能不能派几辆车呀？分头去找你们队长。你就是查账也得等他来呀。不用他们去找。你们队长不在，查什么账嘛？今后来这里查账，除非你们队长本人。走吧。是。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跟崔叔的事有关？不要猜想了，先将你大哥和孝玉追回来再说吧。曾可达还跟你说什么了？说，北平警备总司令部通知沿路放行，让我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名义去追回来。这不摆明了是想让我大哥往共党那边走，再当他是共产党吗？那就赶紧去追吧。见了你大哥，什么都不要说，让他先把孝玉送回家，马上到这儿来，我在这儿等他。一是会配合他，把明天配给粮从天津运来，接下来再配合他查账。知道了。小嫂，我是裴东。行长在楼上，我这就去喊他。不用叫行长，你转告他就行。孟伟亲自去找孟敖和孝玉了。请行长还有何校长放心吧。我这就去告诉他们。还有，我马上要去催天津的粮食了，大约2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回来。好的。顺便问一声，莫兰在你身边吗？啊，他刚出去找梁先生了。姑父，姑父，我在听。要不我告诉何校长，让他通知梁先生回来，把木兰也叫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告诉行长，不要再怄气了，随时和孟伟联系。我挂了，小嫂。怎么会这样？您亲自跟他接头，方孟敖同志怎么就会突然离開，還帶着何孝玉越過了西南防線？是我工作有問題，我忽略了。他突然知道我是鍾氏同志的上級後，反感會如此強烈。崔中石同志的犧牲，畢竟我有責任。組織上現在沒有叫我們討論崔中石犧牲的責任，謝老。中央給華北城公布，還有我們北平下的死命令，6點前必須上報孔雀東南飛的詳細行動計劃。這個時候，只有方孟敖知道這個行動的內容，他就跑了。還拉着何孝玉，他到底要幹什麼？問題可能是我將梁金倫鐵血救國會的真實身份告訴了他，
卻忽略了他因此擔心何小玉的安全。他突然將何小玉同志帶出去，應該就是這個原因。情況比想象的更嚴重了。如果方夢敖把梁金仁的身份告訴何小玉，那我們以後的工作就完全處於被動。要是方夢敖真的把何小玉送到解放區，後果更不堪設想。只有等方孟偉將他們追回来了，接下来的工作我會想辦法彌補。方孟偉能追上他們嗎？萬一追不上，陳其成、徐天英那幫人在涿州结合部抓住他們怎麼辦？鐵血救國會還要利用方孟敖執行他們的孔雀東南飛計劃。曾可達現在應該通過蔣經國向國民黨方區的中央軍打招呼了，應該能夠攔住他們。真是敌我不分了。老刘同志，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不要妄下结论。我建議立刻上報劉雲同志，上報中央。这地方不错，会游泳吗？你带我到这儿来，就来游泳。你就说会不会吧。会，但我不游。我要是逼你下水呢？你不会。我会。最後一次見到崔叔的時候，是在後海。他告訴我他不會游水，但我還是把他逼到水裡去了。1946年9月10日，農曆8月15，中秋節，崔中實在杭州笕橋航校發展方夢敖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8月1日，在北平後海，崔中實告訴方夢敖，他自己從來就不是什麼共產黨，因此方夢敖也從來就不是什麼中國共產黨。現在知道我為什麼要逼他下水了吧？你有表嗎？沒有。我的表那天晚上送崔叔，这是你数下脈搏，正常人脈搏是每分鐘70下，你按70下算，幫我記點時間。你到底要幹什麼呀？在昆明的時候，我和美國飛虎隊打賭，下水憋氣，他們最厲害的可以憋2分10秒，我可以憋2分半，一水175下。如果175下之後我還沒上來，我就找崔叔去。
报告。怎么了？刘云同志到华野司令部去开会了。我提议，谢培东同志立刻坐北平分行的车沿京石公路去找到方某以后，马上传达上级的指示，叫他去见曾可达，弄清楚孔雀东南飞的详细行动计划。我可以去找，能不能找到不说啊，就算是找到了，我个人建议，不要让方某敖直接向曾可达打探孔雀东南飞的详细情况。中央的指示不执行了？敌工部门有原则，我请求向中央解释。解释什么？我们发展的党员不听党的指挥了？任何特别党员都有特别任务，在中央命令执行特别任务之前，任何人不许向特别党员派遣任何任务。方某敖就是周副主席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国民党的铁血救国会现正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他的任何言行都将影响到中央的大局。你现在让他直接向曾可达打探情报，立刻会引起曾可达的怀疑，后果不堪设想。看见了。看见了。那瓶酒为什么不送给崔中士同志？他让我留着，等新中国成立那天再打开，一起喝。好好留着，等到那一天，我们一起拿着那瓶酒去崔叔坟上敬他。我们是谁？除了我和你之外，还有谁？我现在只能告訴你，就是我和你。謝培東同志呢？他算不算？我不是強調困難，請岳印同志電告中央時說明一下，方某敖是我和崔中實同志奉命發展的特別黨員，中央有明確指示，不能讓他參加組織生活，不能讓他看黨的文件，不給他派任何任務。他今天的任何行為，請組織予以理解，保留他特別黨員的身份。原因很明確，前方戰場，我們整天挨國民黨飛機的轟炸。前不久，國民黨飛機轟炸富平時，
炸彈就落在了主席的门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像方孟敖这样的特别党员，我们需要空军。沈老，我现在就去亲自发报，请求华北成工部急送刘英同志，再由他将情况上报给中央。恋人关系，这也是组织的决定。我自己的要求。你怎么可以对组织提这样的要求？崔叔以前是代表家里跟我联系的，你呢？你用什么身份跟我联系？我上回就跟你说了，我代表学联。学联不能跟我联系。你们那个梁经纶教授有问题。什么问题？小资产阶级狂热。对不起，这是你谢叔叔跟我说的。他经常利用学委的身份做过激行动，包括让你来争取我。你上次不愿意跟我接头，就是这个原因。个人原因，你想听吗？你说吧。我喜欢你。北平地下党派自己跟方孟敖单线联系，学联也派自己争取方孟敖的稽查大队。这一切都源于无可替代的青梅竹馬，還有兩家特殊的關係。現在，面對這個狼騎竹馬來的方孟敖，何孝玉還沒有看見翱翔在新中國上空的飛機，卻已經嘗到了青梅的味道。不要。從今天起，我們只能經常在一起了。我不光會去找梁教授談，我還會去找何伯伯談。我都沒有答應你，你憑什麼去跟他們談？你會答應的。看到車裡那瓶酒了嗎？如果崔叔說的那天真的能到來的話，我會在那瓶酒後面加一行字：祝孟敖和孝玉白頭到老，崔重視。你把衣服換一下吧，找咱們人來了。你以後說話能不能正經一些？你自己看，西北方向一輛吉普車。是孟偉的車。有指示了？中央的，还是华北成工部的？都坐下吧，听传达。由我做口头传达。北平有些同志提出，讓執行特別任務的特別黨員向國民黨
某核心部門進行情報工作，這就是一種極其嚴重的錯誤行為。為此，我們提出嚴厲的批評。謝老，中央的指示与您有關，請您認真地聽取傳達。对于謝培東同志堅持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不能交叉，反對方孟敖進行情報工作，周副主席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原定于6点以前讓我們上報的情況，中央已經從南京方面全部搞清楚了。孔雀東南飛指的就是國民黨幣制改革在北平的行動代號，焦仲卿就是方孟敖同志，劉蘭芝就是梁經綸。情況還在失控，方孟偉已經找到了方孟敖和何孝玉，他們在去燕京大學的路上。去找梁經綸了？是不是那棟樓？你要幹什麼？梁經綸是不是在那裡？大哥，送何小姐回家吧。你停着幹嘛？孟伟，我是在帮你。是男子汉的话，到那里邊去，把木蘭帶出來。要去你就去。本來那個梁經綸愛的是孝玉，又不是木蘭。到底！我可以进来吗？大哥，大哥，梁先生。这是我大哥，梁先生知道是我大哥。木蘭同學在我這裡借書，方德隊長，請進來吧。梁先生有大學問，你和孝玉要多向梁先生學習。是，大哥。梁先生可能不知道，我那個當行長的父親，從小最念我的2個妹妹。813的時候，我最小的妹妹在上海遇難，我父親更疼愛木蘭。木蘭如果任性的話，還請梁先生多教育。好孩子誰都喜歡，在學生裡面，我也有些偏愛木蘭。
梁先生不只喜歡木蘭吧？我把何孝玉也带过来了。哦，怎么没有一起上来呢？在楼下看书呢。木蘭，我和梁先生有话要讲，你下去找孝玉，他等你呢。去吧，正好跟他谈一谈关于学联明天领粮食的事情。大哥，我去了。木蘭，记得小的时候你摔倒了，大哥怎么说的？想起来没有？想起来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梁先生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家里从小把木兰当作花木蘭，可能是跟他说的多了，他自己也相信了。才几岁啊，就跟我讲，长大以后要跟我投兵打仗。木兰同学在学校里也是有名的运动健将，打篮球摔了跤也不肯丢球。你下去吧，孝玉在下面等你呢。嗯。不用关门。那需不需要开灯啊？我视力很好。住口！我让你不要再说了，你没有听见吗？你现在是在外文书店打电话吗？这个没有，不会的。可达同志放心，何秀玉和谢木兰就在外文书店1楼，我们也不敢进去。现在是找了一处安全电话向您报告，因此耽误了10几分钟。什么何孝玉和谢木兰在1楼？方梦敖怎么进的外文书店？不是还有方梦伟吗？是，开始是方梦敖和方梦伟2辆车来的，在雁大东门外200米就停下。方梦伟好像跟方梦敖发生了争执，生气走了。接着方梦敖突然进了外文书店，何孝玉也跟着跑进了外文书店。现在方梦敖和梁静仁就在楼上，何孝玉和谢木兰在楼下，我们也不能进去。楼上说什么也不知道，楼下说什么也听不清。报告完毕，可达同志。孔雀东南飞，雾里一徘徊。为什么要挑这2个人呢？对不起，可达同志，请您把刚才的指示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楚。听着啊，我现在说的，你要传达到每一个人。所有人守在门外，有任何情况只许报告，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外文书店。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可达同志。王副官，在，下电台，接通2号专线。是。林，我先走了，这儿交给您了。好的。欧巴。拜。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方大队长是不是有事情找我？能否坦诚相告？一部24史，该如何说起？对不起，我平时不这么讲话的，
这是我刚学的。我理解，历史嘛，谁也不能忘记。是啊，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吧。你也知道这句名言？知道，列宁说的嘛。他的书你都看过吗？读过列宁的书，很好奇吗？你这里有这些书吗？我是在飞虎队的时候看的，陈纳德就是这些书，列宁的、马克思的、毛泽東的都有。我当时也很好奇，我就问他，开飞机需要看这些书吗？陈纳德回答得很实在，他说这些书不光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影响中国的历史，应该看。那你都看了？空军委员会有道严令，陈纳德可以看，美軍飛行員可以看，國軍飛行員絕對不允許看。比方說剛才列寧說的那句話，就是陳納德告訴我的。梁先生這些書應該都看過吧？在國內，在美國，我學的都是經濟學。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必須選修的，還有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必須比較選讀。這些我就不懂了。梁先生應該知道我今天為什麼來找你吧？為什麼？何小雨，我叫他請你幫忙雪蓮的事情。那不是我們的事兒。我向小雨求婚，也是何先生的學生，所以我今天來呢，想特意聽聽你的意見。這你倒是有點為難我了。我想想，通了，不用记了，直接发报。是。加急，绝密，建峰同志，肖仲卿于下午6時返抵北平，突然私見劉蘭芝，動機不明，詳情未知，判記指示，魏徵北平，可達即晨。完畢。收到回電，立刻報我。是。灯在哪兒？门口。梁先生到底是怎麼想的？能不能告訴我？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方大隊長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那行，那我換個方式問你，願意就回答我。咱倆說話小聲點，不要讓他們聽見。請說。梁先生，我想請問你，你跟肖玉除了師生關係之外，有沒有戀人關係？方大隊長都已經向何小雨求婚了，
還有必要問這個問題嗎？當然有必要了。你们如果有戀人關係的話，那我向他求婚就太不到位了，尤其在何副校長那兒。那你覺得我們之間有沒有這層關係呢？我看沒有。請說下去。你們如果有戀人關係的話，你就不會讓肖玉去發展我幫什麼學蓮了。第一，這麼做對他很危險；第二，這麼做對你很不利，因為他有可能會愛上我，我有可能會愛上他。方大队長的這種分析我還真沒想過，請說下去。還有說下去的必要嗎？我再說下去，你會回答我嗎？沒有什麼不好回答的。好，那我問你啊，你是不是共產黨？长官，2號來電了，報告都不會了嗎？長官，2號來電說馬上給您電話。我们上去吧。你害怕什麼？沒害怕什麼。問你他們剛才說了什麼，你一個字也不願回答，現在又不願上去見他們，到底什麼事你要這樣回避我？回避你什麼了？我們能進去嗎？不能。梁先生，我們能進去嗎？聽方大隊長的。什麼意思？如果你們有重要的事談，就不要讓我們在下面等，叫我們等着又不告訴我們原因，我們成什麼人了？我們倆很快談完了，再下去看半個小時書吧。肖玉，聽話吧，啊！聽什麼話？誰聽誰的話？聽我的，當然也聽梁先生的。方大队長，我們似乎不應該把他們捲進來。梁先生似乎應該回答我剛才的問題了。你一定想知道我是不是共產黨？我不能說是，也不能說不是。真要知道，你可以去問一個人。那這個人我是認識呢，還是不認識呢？認識。誰？王普臣。军統北平站那個站長。是。我是不是共產黨？他在西山監獄審過我。
抽支烟不介意吧？请抽。是陈继承的电话。是剑锋同志，我先接陈继承的电话，再向您报告。王普臣还没来得及审你呢，我就已经把你救出来了。那我能不能也问一句，方大队长，你当时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很简单，何副校长想救你，李副总统也在过问这件事情。哦。喝完了没有啊？对不起，陈副总司令，刚才在接另外一个重要的电话，请陈副总司令批评完之后直接指示。我现在可以去找何副校长谈了。现在还不行，我那个父亲还在那儿。我在梁先生这儿看会儿书，不介意吧？方大队长应该知道，北平市政府和民调会都发了通告，明天要在这里给北平各大院校的师生，还有东北的学生补发配给粮。学联的同学都在燕大的图書馆等我。方大队长，不是也要回去做一些准备吗？国民党的话你也听啊。粮食还在天津呢。哦。放心吧，什么时候从天津发粮，我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你不是希望我帮助你们学联吗？难道就不想知道最准确的消息？好。上次方孟敖把梁京人带走，事后我们有详细报告。陈副总司令应该知道，国防部保密局有指示，牵涉到何其仓，牵涉到司徒雷登大使，这个人我们不能随便抓。